这是我们国产品牌的第一台专业投影。今天我们就从外观、0.78寸大芯片、光源、色域、系统体验、游戏延迟几个方面，结合我的测试数据和主观感受，仔细体验一下这台家庭影院专业机型吉米 T10。如果你的时间有限，可以跳到感兴趣的章节，或者花10分钟来全面的了解它。吉米 T10在海外发售的型号叫泰坦。从它的外形和配置就能看出，这是一台专业级别的家庭影院投影。它的包装箱很大，双层保护，方正的机身被深灰色泡沫结结实实地包裹着。揭开泡沫保护盖，可以看到一颗硕大的镜头。这颗镜头是 1.5 倍的光学变焦，投射比 1.2 到 1.8。它在什么距离能画质无损地投射多大尺寸？我列了一张表，你可以截图保存。镜头四周是硅胶材质的密封，配件里面有一片2面贴膜的镜头保护盖，也是玻璃材质。红圈是吉米的高端机型才有的标识。配件盒里有一条电源线、一支遥控器，还有4条铝合金支架，每条用2个内6角螺丝固定，很牢固。支架的脚部可以调节高低，调节幅度1厘米左右。装上脚架会让整个外观马上变得非常的有识别性。后面应该也会有配套的吊装支架出售。T10的正面是音响的蒙部，下方2侧内嵌2只摄像头和2只 TOF 传感器，用来感知大空间，辅助自动对焦。顶面是皮纹的肌理，2侧是散热栅格，里面总共3只14厘米的大风扇，3个面的交界处是漂亮的圆角收边。不同材质拼接的工艺在专业投影这个品类非常的少见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背面的接口很全 ，RS232 和 Remote 可以接家庭影院的中控或者是外接遥控。如果投影放在独立的机房会用到。HDMI 1.2 可以回传最高规格的杜比全景声 ，AUX 和光纤音频接口也可以接比较老的音响系统。有线网口可以直接把投影连上路由器，用内置播放器稳定的播放高码率片源。T10有镜头位移的功能，范围是水平 40%， 垂直 100%。直观的看，范围大概是这么大，这是垂直的范围。这是水平的范围。要注意的是，镜头位移并不能水平和垂直同时移动到最大限度。比如说，垂直已经移动了 50% 的话，那水平就只能移到 30% 左右。所以我并不认为可以用它大范围的侧投。镜头位移的最大意义是对于安装位置的要求不再那么苛刻。我们可以随便的把投影放在一个大致对准屏幕的位置。用镜头位移和光学变焦轻松地把画面无损地放在幕布以内，而不用梯形校正来损失像素。在设置界面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范围和刻度，那这个设计会非常直观地告诉你可以移动的范围已经移动了多少。在水平辅助安装的界面竟然有机身的水平角度和俯仰角度，精度是 0.1 度。假如说我们的画面不水平，那这个功能能让我们知道是放投影的台面不平，或者是吊装的机身不平，还是幕布挂的不水平。那这2个功能我在传统机型上没有见到过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智能系统给专业机型真正有意义的加成。另外，它的镜头位移和缩放的幅度很小，这样的话调节的精度就很高，电机的声音也很小，给人感觉很精密。目前大部分家用旗舰投影都会用 0.47 寸的 DMD 芯片， T10用的是 0.78 寸的 DMD 芯片。就我的测试来看，这块芯片带来明显的几个好处。第一，灰边几乎没有。如果你用过 0.47 寸芯片的投影，会发现它的四周会有灰色的边，对比度越低的机型，这个灰边会越明显。这就是为什么专业幕布的四周要用黑色的吸光布包裹，因为它要把这个灰边少量的光给吸掉，让你看不到。但是如果是个窄边框的幕布，那灰边甚至比边框还要宽，就会打在框外，这个灰边就会格外的明显。如果你做了梯形校正，那灰边就更大，并且是个不规则的4边形，更加的突兀。T10用的这块大芯片，它的灰边反而更窄，而且很暗，平时看电影的话几乎注意不到。第二，这是我用像素点画的图案，分别用 0.47 芯片的投影和 0.78 芯片的 T10 来显示它。非常近的距离可以看到清晰度上略有差别， T10 的像素会略微锐一点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完美对焦的屏幕中心， T10 的文字边界很难看到彩边，即使我凑这么近也很难看到，这就很舒服。
当然，这更是镜头的功劳，同时也是 DLP 投影的优势。其实，在正常距离观影很难发现 0.47 和 0.78 芯片在清晰度上的差别，但是一定会有观感的差别。这个观感差别来自于亮度、对比度、散斑表现等等，会远远的大于清晰度上的差别。第三，大芯片它能承载更大的光通量，可以长时间稳定的运行在高亮度下。那 0.78 寸的芯片的面积是 0.47 寸面积的 2.8 倍，所以 T10 可以轻松的把亮度做到很高。我测试投130寸的话， T10 的性能模式有420尼特，投100寸能高到600多尼特，而日常观影模式，比如 Filmmaker 和大师色准模式，投130寸能达到280尼特，几乎是目前家用旗舰投影的2倍以上。那这么高的亮度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说完对比度，再展开来看。第四，对我来说，大芯片最重要的是更容易做到更高的对比度。我们以前说过，我测过的所有 0.47 寸芯片的投影，对比度从几百到2000比1的都有。其中这一台比较特殊，它通过光圈的开合实现了5000比1的对比度，但它在最高对比度下亮度是比较低的，而在最高的亮度下对比度也是2000比1。这就说明在高亮度下 0.47 这块芯片的上限基本也就是2000比1。而 T10 因为它用了 0.78 寸的芯片，测试表明无论它在最高亮度还是在最低亮度，所有图像模式的开关对比度都在3000比1。这对于投射150寸以上的大尺寸的用户来说非常的有用。具体多有用呢？我们还是不要拍脑袋，看测试数据最直观。我们把 T10 的测算数据带入我做的这张表格，你可以看到，在最高亮度下投150寸都有200尼特以上，投到220寸都有100尼特左右。根据 DCI 的标准，结合我的感受，100到200尼特，无论是看 SDR 还是 HDR 都有充足的亮度观感，也就是蓝色块代表的最佳亮度观感。那像我日常投130寸有280尼特，会不会看起来太亮呢？如果是在全黑环境下，会的，所以用白色块表示。但是你别忘了，它可以调亮度啊。T10有10档的亮度调节，亮度越低，蓝色块能覆盖更小的尺寸。亮度越高，蓝色块能覆盖更大的尺寸。注意，这是在零增益幕布或者白墙的情况下，也不是性能模式，而是日常观影模式下的表现。也就是说，它能在保证色准和低噪音的情况下，实现从100寸到220寸的最佳亮度观感。如果要求稍微降低点，满足48尼特以上的话，可以看绿色方块，它投到300寸都能满足。300寸高3.7米，宽6.6米。面积相当于9块100寸拼起来。任何一台投影投射的面积越大，我们看到的画面越暗。根据刚才的测算数据， T10 在投220寸以内都有一个充沛的亮度，投300寸以内都有一个不错的亮度，同时在可调节的10档亮度内都能保持3000比1的原生对比度。这就是它作为一台家用电影机用了 0.78 寸大芯片的意义。另外，高亮度对于有环境光的情况下，观感的提升也有决定性的意义。具体的原理可以看这期视频。这台投影用的不是3色激光，而是红蓝双色激光。官方数据是色域面积为 150% 的 DCI P3， 对于 P3 色域的覆盖率是 97%， 高于传统机型的 90% 左右。你可以看到它超出 DCI P3 色域范围的是蓝色和红色，而绿色范围够不到 BT2020 色域，所以它对 BT2020 色域的覆盖范围没有3色激光投影那么的大。但这也带来一个好处，就是激光的干涉更小，散斑更轻微。对于3色激光的散斑敏感的人是个利好的消息。注意，红色和蓝色远超 P3 色域，并不是说它会偏红或者偏蓝，而是它有显示更鲜艳的红色和蓝色的能力，在画面需要的时候，可以做到在红色和蓝色显示上远超 DCI P3 色域。我的主观感受是在正常的观影模式下， T10 的色彩够鲜艳，但不会过饱和。特别是几米系统的 UI 界面会随着图像模式的色域色温的设置而变化，这一点必须再次点赞，因为这意味着不会出现一到首页看到这些图标就会过饱和的情况。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其他的视频里吐槽过，几米的系统就这个问题修正了。几米的系统我觉得做得非常的用心，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。先看功能，画面校正的最后一项图案 pattern 会有各种线条显示和灰阶显示，在这个界面我们对焦或者调整白平衡，可以精准的看到调整的结果。在通用设置里面的水平辅助安装的功能我们刚才说过，
但我觉得它应该放在画面校正的菜单里，因为它在安装的过程中会用到。在亮度与显示里面是图像模式的基础设置和专业设置，在外面可以看到重置所有图像的设置，而在每个子界面下还能分别的恢复当前界面的设置。比如说你在 Filmmaker 模式的基础设置界面动了这些数值，但是效果不好，可以恢复到默认设置，并不影响其他图像设置。那进入到专业设置里面也有一个同样的恢复当前界面的选项，恢复完了也不影响基础设置。这个对于经常折腾的发烧友来说简直太贴心了。还有它的白平衡的设置，现在有了2点和11点的白平衡。我以前忽悠过这个功能，它应该是国内品牌智能投影里第一个做的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先打开机器自带的图案，然后看着灰阶来分别调节不同的灰度色块，让每个灰度成为不偏不倚的灰色。假如说你觉得在暗场景下画面偏红，那你就可以单独的调节 30% 的白平衡，它不会影响到画面亮部的色彩。当然最好是用仪器来校色，会更加的精准。还有在 HDMI 信源下可以分别设置2个 HDMI 接口的选项，互不影响。再来看流畅性和动效的设计，这些图标设计简洁统一，选择到某个方块，它的图标会有不同的动效。进入详细的设置界面，主菜单的标题会缩回去，只留个图标，保持界面简洁。在流媒体首页的菜单按钮的底色会在滑动中变化。首屏的这些海报默认没有标题，高亮选择后标题会从底部滑出。选择框从下面移动到上面，它是从下划线长大的。这些单独拿出来看好像都不太重要的细节，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整个系统的体验。目前各家旗舰大家都是 MTK 9681芯片，对吧？按理说系统界面的操控流畅度应该是一样的，但实际体验是不一样的。我认为差别就在于系统的优化程度、UI 界面的设计、动效的设计、设置选项的分类是否合理，还有真正实用的功能有没有创新。厂家在这些细节的地方下了多少功夫，我们是能感受到的。话说回来，对我来说它也有不方便的地方，比如说如果我想设置图像模式，需要按7次遥控按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另外这个金属遥控器的握持手感和外观都很好，可惜依然是没有背光，不过因为它的按键高低是不同的，所以手感也不同。习惯以后还好，盲操也可以区分它们。T10在开启游戏模式极速之后，60赫兹和120赫兹在30毫秒左右，1080p 240赫兹在14毫秒左右。就目前我测试过的机型来看， T10的输入延迟属于平均水平，延迟最低的一台是用了 472TP 芯片组的吉米 RS20 Ultra Max， 并且它还支持 VRR， 其他机型是不支持的。从玩游戏的体验上来看，在 4K 60赫兹下 T10的手感没有什么问题。另外吉米系统的游戏界面做得也很有意思，这个界面主题是会根据切入的游戏机来切换的。我一直认为投影厂商都应该更加重视游戏体验，我们在大屏幕上玩游戏的时间可能远远的超过看电影，因为如果练习时间不够，我实在是过不去。T10支持所有的主流 HDR 格式，比如说杜比世界、HDR10+、HDR Vivid， 图像模式有 IMAX Enhanced、Filmmaker， 可以说全部集齐。总的来说，从 T10的各方面来看，它就是为大尺寸家庭影院而生的。综合体验在它不到2万的到手价下，应该会很有竞争力。以上就是我对吉米 T10的所有认识，分享给你。如果对你有用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赞。我是考拉上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